那获取完了这个系统的联系人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想做一个操作是，想往这一个联系人信息里面呢去添加一条数据，对吧？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常见的需求了。假设呢，你去开发出来一个交友类的应用，这个交友类应用里面呢，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功能，把对方的信息呢给它保存到这个联系人里，对吧？好，那另外呢，市面上有一款比较火的应用叫这个叫什么它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我忘记了，但它这个实现原理呢，就是两个人的手机碰一碰，然后呢就可以去交换这个名片或者交换这个联系人信息。好，那这个它实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也比较简单。那如果它发现两个手机这个加速度正好相反，并且在同一时刻呢这个速度减慢，这个就代表这两个手机呢发生了碰撞，然后呢它就利用服务器中转去把这个联系人信息呢进行一下交换。好，就是这样一款软件实现了这个原理。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去看一下它里面保存联系人的这样的一段逻辑。好，那我们呢创建一个新的应用，这个应用呢叫写联系人了。好，那我名一下它的包名叫 IT 黑马write contact 写联系人。好，把工程给创建出来。UI 呢，我们也是做一下这个简单处理了，然后把这个地方呢给它换成一个 button， 这个里面这个内容呢，我给它起名呢叫保存联系人。好，然后给它对应一个点击事件叫 click。好，那下面呢这个保存联系人的话，这个肯定也是需要利用内容提供者的，那它需要用到两个权限，一个权限呢是写联系人信息，对吧？叫 write contacts。好，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什么读联系人的信息也给它加进来。啊，这个 R 开头的叫 read contacts。好，两个权限呢也加进来。现在呢，我们就来去实现一下这个代码了。按钮的点击事件呢，方法名叫 click。好，来定义出来 public void 方法名叫 click 的 click 接受一个参数是这个对象。好，我们来去想一下，这个读联系人跟写联系人呢，肯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对应的这个操作，对吧？那我们要想去读联系人，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联系人的 ID， 对吧？所以我要把这个 ID 取出来，然后根据 ID 呢，把 data 表里面的数据呢给它取出来。那好，那现在呢，我要去写联系人，写联系人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反的操作。好，第一步呢，我们应该是首先在这个 row contact 表，这张表我们说了，它是用来去保存联系人的 ID 的，对吧？我们要在这个表里面去添加一条 ID， 对吧？我们要在这个表里面去添加一个 ID。好，第二步呢，我们要去根据添加的 ID， 或者是使用这个新添加的 ID， 然后呢，在哪里啊？在这个 data 表里面去添加对应的数据，对吧？这个数据就包括电话呀、邮箱呀，还有这个叫姓名。好，那接下来这两步做完之后呢，其实一个联系的信息呢，就算是保存好了。写联系人跟读联系人呢，其实是一个对应的操作。好，那行，那我们来去写一下这个代码了。第一步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向row contact 表里面去添加一条 ID， 对吧？添加一条联系人 ID。好，那这个怎么去添加呢？我们也是利用内容提供者进行处理了。我把这两个 URI 呢给它拷贝过来 ，Ctrl 加 C， 然后 Ctrl 加 V。我们第一步呢要获取这个 row contact 表所对应的 URI， 对吧？好，那拿到 URI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执行这个叫 reserved 的insert 的操作。我们往哪个里面去添加呢？往这样一个 URI 呢去添加数据。好，那下面呢有一个 values， 这个 values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map 集合，它是叫这个叫 content value 的这个类型，对吧？好，我们把它给定义出来 values。好，我们扭出来。好，现在呢，我们来去思考一下。那我要是想去指定这个 content value， 其实最重要的有这样的两个数据。一个数据呢是这个下划线 ID，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它是这个组件自增长的，对吧？好，那第二个呢有这个叫什么呀？叫 contact ID， 这个是
联系人的 ID 对吧？那我们如果再插入一条数据，这个 contact ID 应该是多少了？应该是3了。这个3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呢要加1。好，那我们这个里面首先呢，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我必须要知道最后一条联系人的 ID 是多少，对吧？我们要知道最后一条联系人的 ID 是多少。好，那这个做法呢，我们要利用这个 reserver 的点什么呀 query 的方法了。我们还是 query 这个 UI， 然后查询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其实可以去指定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叫下划线 ID。好，这个组件的 ID 到底是多少？好，后面这个选择条件什么东西这些我们全部都在 none。好，那这个操作返回来的呢是一个叫 cursor 的结果集，对吧 ？curs cursor 的结果集。好，那拿到这个结果集之后呢，我们直接可以做一个操作叫 cursor 的点 move to last， 这个代表是把这个结果集移动到最后面，对吧？好，那我们利用这个 cursor 的点 get 这个 string 吧 ，get 这个 int 啊，我们第0列的内容，这个拿到的是什么呀？这个是叫 last 的 ID， 好，这是最后一个条目的 ID。好，有了这个条目的 ID 之后，我们可以定义出来一个什么 int 类型的 new ID， 这应该怎么样 ？last 的 ID 呢去加上1，对吧？我们是添加定出来它这个 ID 了。好，那下面呢，这个叫 values 里面，我就可以去 put 这个 key 的名字呢，我们给它起名呢叫 contact 下划线的 ID。好，这个 value 呢，我们直接去指定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叫 new ID 了，把它给加进来。好，那这个组件呢是自增长的，我们可以不用关心它，这样子一执行，那就是一条数据呢 ID 数据就被插到这个 row contact 表里了。好，那接下来第2步做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去根据使用刚才的 ID， 对吧？使用添加的联系人的 ID， 然后呢，应该是向 date 表里面去添加数据了，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拿这个什么 reserver 的点 insert 的话，这个添加到哪一个 UI 呢？应该是 date UI 了。好，这个 values 我们需要去指定了。我现在来去看一下，那如果我们要想往这个 data 表里面去添加一条这个电话的信息，这个实际上是指定 data 1是电话，对吧？然后指定呢它的这个 MIME 的类型呢应该是电话。好，那我们呢来去写一下，这个是我首先呢需要去定义出来一个新的 content 的 value。好，这个 value 呢我给它起名呢叫 phone values， 这个是电话号码的 value。好，定出来之后，这个 phone values 我们首先呢要去 put， 第一个这个参数呢是 date 1，好，后面这个 value 呢是电话号码，假设是8888，好，把它给塞进来。好，然后呢我们再往这个叫 phone values 里面再去 put。好，接下来指定的要是什么呀？要是这个数据的类型了，对吧？这个类型呢是 MIME 的 type。好，这个地方又不能写下划线 ID 了，是因为它在内部实现的时候呢，它其实并没有这个下划线 ID 这一列，它所对应的这个类型呢就是 MIME 的 type。好，那我们呢直接来去拷贝一下。好，那假设呢我要添加的是电话，那这个 type 叫什么呀？应该是叫 phone V2， 对吧？那我们把这个内容呢给它塞进来。好，那塞进来之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去指定一个重要的数据了，所以我们要去指定当前这个 date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联系人的，对吧？好，这里面呢有一列叫 row contact 下划线 ID， 这个代表的是属于哪一个联系人。好，那我 phone value 的点 put， 好，这个叫 row contact 下线 ID。好，这个 value 是多少呢？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添加进去的 new ID， 对吧？好，这个把它给塞进来。phone 的这个信息呢，就算是指定好了。好，那接下来这个代码呢，应该是类似的。好，我们指定完这个 phone 之后，我们再想去指定一个什么呢？我想指定一个叫 email， 对吧？我们要去指定一下这个 email 的数据了。这个 date 1呢，我们就是这个叫造期了。好 @it 黑马.com。好，然后呢，这个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呀？叫 email 的 v2。我们来看一下它数据类型的定义。
那如果是一个邮件，后面是 email 的 where， 对吧 ？email 给塞进来啊，添加的数据呢也是这个叫 email 的 value。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里面呢去添加一条新的数据，这最后呢就是这个联系人的姓名了，对吧 ？name value 把它给加进来。好，这个 name value 所对应的这个数据也是叫 date1了，这个里面我们就直接指定它的这个名字叫造期了。好，然后数据的这个类型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拷贝一下。这个 name 的话，它后面所对应的数据类型就是叫 name 了，这个我们直接改一下，叫 name 把它给塞进来。好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叫 name value 利用这个内容提供者呢，给它插入到这一个系统的联系人里。好，行，那这个操作做完之后呢，我们直接来一个 toast 点 make text， 好，这个参数是上下文。好，第二这个参数呢，我们就写这个叫添加成功，对吧？好，第三这个参数呢是时长，然后呢我们把它给秀出来。好，那现在只要我们一点击这个按钮，联系人里面就会多一个谁呀？就会多一个叫造期，对吧？它这个电话号码是8888。我们来去测试一下，看这个执行的效果。好，应用程序部署上来了。我们先去打开这个系统的联系人，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什么呀？只有李四还有张三，对吧？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去运行一下刚才写的这个程序了。好，这个叫写联系人，好，点击按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打一个条目叫添加成功，对吧？我们来去打开这个系统条目，好，这里面造期呢已经出现在这个联系人里了，它这个电话还有邮箱呢已经被添加进来了。好，那我们呢也可以再去测试一下刚才的这个应用叫什么？叫读联系人，看看这个读联系人可不可以把它给取出来。好，长按这个条目读联系人，我们点击啊，大家可以看到在logcat 里面呢，已经把这3个联系人的信息都给拿出来了，对吧？张三，好，这个是李四，好，最后呢还有一个赵七，3个联系人信息呢都得到。好，这个是关于写联系人的操作，其实呢就是一个相反的逆向操作。